上礼拜课程结束的第2天，这边大雨，暴雨，然后昨天风非常大，而且雨也很大。今天就好了，今天老天会帮我们，大概到5、6点，啊，常这个样子。我到国外教拳啊，常这个样子。上礼拜跟你们讲内部肌肉练习，内部肌肉放松哈。有一种这种东西啊，它叫做呼吸训练器，里面它是好像那个有重量的，这几个是有重量的。然后它中间相互间有一点点吸力，有一点磁性吸力，所以它基本上会粘合在一起。然后它的训练方法呢，就是你吐气啊，然后会把它推起来。那这个从轻的，从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啊，那一般的练习，我看他们示范很多人啊是肺扩张，去练这个，去练肺的呼吸量，这个也可以啊。可是呢，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什么？就是练内部肌肉的调动，内部肌肉的调动。那它每一个地方，这些地方啊，都可以拆开。你弄完了都可以拆开洗啊。你们如果要练的话，也都是每一次完了要拆开洗啊。那你可以用这个，也可以不用。为什么？像我除了练内部的肌肉的调动之外啊，我还要练习要吹洞箫跟那个萨克斯风，我还要练嘴唇的部分，嘴唇部分肌肉的控制。所以我就不用它啊，帮我拿一下。不用它的话，我就只是这样推。那如果你们要练的话，我建议是可以练，可是不要从那么重，先从1个练啊。有一个最基本的练法就是长吹啊，长呼。啊，我是把它咬住，你一直长出气，把它一直推在上面。你开始不要那么重，但是你练这个的时候啊，绝对不可以用什么用力的方式做。不要用力的方式做，要松的，而且不要用这种让脸涨红的啊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是短的，你可以做这个，它上面还有一个计数器，你敲到上面了，达到一个那个力量的时候，它会计你的次数，所以你还有一个可以怎么做？这样做。这样子做啊，那这样做呢？对我们来讲，可以练什么？就是练下面的这个力量。但是，当你做这种的时候，你不要让什么？不要让气啊这样子走，不要让气这样走，不要让气往外走，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这个，也不要做。也不要做这个，都不可以，所以要注意啊。那要做什么？你们慢慢去练习，是从下往上推，你们看哈，你们看这，所以我几乎没有吸。气自己会进去，上面几乎没有动，松的。
那我练呢，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还要练什么？我还要练这一路都要松掉，所以我要练这个地方，气起码要保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口腔里面也要松掉，嘴唇也要松掉，不要用嘴巴咬啊。所以你们注意看这边啊，把气推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地方会往外鼓，所以你不要做这个。这个不要，把它收住，松的收住，让里面的气成一个比较强力的那个气数比较窄的，比较有力所以这个可以这样练，所以这个推上来不是靠你的呼气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底下的压力推上来。推到横膈膜，让横膈膜往上推，让气出来去练这个，这个我们刚开始这样吹的时候，是这一块会感觉酸吗？会，内部应该是这一块。内部，对，所以一下不要一次不要做太多，你一开始用最轻的做，一定要从最轻的开始，一定要从最轻的开始。你先做20个，20个没问题，你感觉很轻松，你再加10个，你再慢慢加，我大概这个重量，我大概早晚练一次大概是练50到100次，这个，那不是要你去练什么，你先把这个底下往上，这个力量先练出来。这个力量你看是往上的，不是往前，不是往外，也不是向里收，也不要向里收，是下往上。你看，卷起来，你就感觉有一个力量是从你的这个地方往上面推的，然后推的过程当中，你去注意你的这个上面一直到这边，全都是松的。这样不懂？有一个问题，我知道在南泉，在哪？南泉百合，有一个法，read like this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法？你要去问练南拳的，基本上也是练气跟力量的配合，但南拳它比较注重什么？比较注重抗打性，它注重抗打性，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练法是针对他们的需求做的。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呢，跟那个不一样，因为你们不是练那种打斗你们不是练那样子的所以要用自然的练
自然的练啊。这个地方的肌肉也可以练，这个地方的肌肉，你们去看吹那个萨克斯风的，很多吹萨克斯风的，尤其是老外吹黑人，他们一吹的时候，这个脖子可以胀到这么大，是不是？表示说他这边有多大的弹性，所以他可以把气控制的非常好，而且那个声音听起来非常的饱满，非常饱满。那你看现在很多吹萨克斯风的，尤其比较业余的，你看台湾很多有些他们很流行嘛，现在吹萨克斯风很流行嘛，萨克斯风班那个声音出来就比较扁，那个声音比较扁，比较不悦耳，不圆啊，不圆，不饱。差别在哪边？差别就在你后面的气有多强，跟你有多放松，你的嘴唇有多放松，你这身体有多放松啊！你越放松，那个低音啊，吹起来就那个低音很浑厚，高音听起来不扁不尖，它很圆，所以这都是气跟身体的配合。我们练舞不也是吗？我们练舞不也是气跟身体的配合吗？我不管你哪个门派怎么练，你的功法多神秘，你的功法多厉害，你能得到的效果也还是气跟身体的配合。老师刚刚边跑边吹的，就是跟上次就是说，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动作是跟力量是不影响的，就在打斗当中，我可以维持到我的底气的稳定，维持到底气的稳定。这个也不是我们练舞的专门的。你看别人唱歌的，很多他唱现场的，他动态的歌手，他可以唱现场的。他们也是动态唱歌，跳来跳去，他的唱歌的声音还是很平稳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个他们也是经过长久的练习的，所有这种的呈现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的，人家才可以呈现的出来，晓得吗？他的基本的那个身体跟气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就这几样东西嘛，就这几样东西你可以用嘛，晓得吗？就身体里面内外的肌肉筋骨，跟你的气跟你的力，就是这几样东西的配合。所以每一个使用到这种东西的艺术或者技能，它后来要达到的条件都一样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应用方向不一样，应用的方法不一样，晓得吗？可是得到的能力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所以我们在练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次来讲的话，就是尽量把它维持在上面长久一点。长不要练多，不要练多。长练你长的练大概3次就够了。你如果觉得气憋了，就不要做了，就放掉。如果推不上去，也不要勉强。所以，如果是以长和多2选1的话，开始的时候应该是，因为你开始你可能推不到上面，你可能只推到这边，那就在这边。所以你自然的推不上去的时候，你不要再用力去推它，不要，你就是你正常的。推到哪就推到哪就到哪，你不要说我推到这边，我要再让它往上去，我一用力，这样就不行了。这样不懂？要采取最自然、最轻松的状态做，你就要跟你平常呼吸是一样的，只是它帮助我们什么？帮助我们增加了阻力，它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气约束在这么小的一个管径，
这个帮助我们的就是这个。那我们的呼吸呢，跟平常一样，这样不懂啊？这个要你们自己去尝试啊。但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很怕你很急着用力去做。哎呀，我要到100，我要到200，一直去做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这样会有害。听不懂啊？如果照我说的这样做，由小到由1个到5个啊，慢慢你每一个都能够很轻松的推上去的话，啊，就有益处。你里面的呼吸相关的肌肉非常多，从下面从前面到后面，通通是。所以你可以借由这个呼吸训练啊，训练到你内部的肌肉，内部很多小肌肉啊，你平常练不到的，它会慢慢被伸展开。这样不懂啊？所以我说现代有很多的现代的工具可以为我们所用的，但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自己要练什么，然后怎么练。现代就有很多的工具，很方便又便宜，这个才100多块，200块。有一种比较贵的，它没有这个，它是在这边，它是专门给你增加阻力的，它不是用这个。但这个很好，因为我们可以调整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样不懂啊？所以我是主张我们现在练传武的人啊，要去注意现在有的一些工具，用现代的工具，不要费尽苦心啊，还去找那些老的东西，天然材料又没有了，制作又没有多少人会做啊。现代很多东西非常好，又便宜啊，这样不懂？你们可以去试试看，但一定是要空腹啊，空腹漱个口啊，不要你这嘴巴里的残渣塞进来了。那吸的话不用管它。吸你不用管啊，吸你就吸嘛，你吐完了你就会吸嘛，你也不用刻意，除非你要练肺活量可以，可是那个也不要练多，你练肺活量你就是练吸满。这样。这样子练。老师这样，我一直替你憋。因为它这个管子细，你出的气就慢，它只是强，它管细，它气就变强了。那我们平常因为你吸了以后，当你吐气的时候，我们不容易把嘴巴的出气口啊控制在那么小的范围内去做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就走了嘛，这样子就走得快，听不懂啊？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是这个啊，那你们慢慢去揣摩，慢慢去揣摩啊，它帮助我们的内部的控制内部的强度啊，控制内部的强度啊，内部肌肉的这种伸展，也许在很多方面你不需要去站那么久的桩才能得到。看不懂？以前很多站桩啊，
除了练结构之外，它里面在调动的时候，它也是在练这个啊，所以它会有这个力啊，它这边会有这个力啊，所以这个给你们参考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这个时代这么便宜的一个东西，人家设计出来，就可以让我们去练，让我们去练我们需要练的东西，多好啊！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要尽量去利用这个时代，提供我们的福利，哎，晓得吗？这样就是我们学传统的东西，传统跟现代慢慢就什么就衔接起来了，